to wafer soul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eight is swaying, sway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They are crazy. Okay, al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the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just your pitch. Prepare yourself a dream. She wants to win. 你该去登记了吧？还有时间。你怎么还带他去香港？现在大家都撕破脸，把他留在公司，他会被人欺负的。罗冰冰会去做协调人心的工作。协调，无非就是逼人每个人表态，选边站队而已。我不认为在这个事情上可以有什么反转。人都倾向跟着赢家，谁能赢到最后，谁能在最后成为赢家，所有人就会跟着他。但是大家都认为陈开怡很有机会取代你，成为新的出版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搭上前往巴黎的班机。我已经预约好了总编辑的时间，陈开怡的丑闻法方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就是要去跟总编辑把后面的细节对清楚，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是可能扳回来一局的。我还有3个小时才登机，我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你觉得这次去香港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我跟我爸和我哥已经谈过收购的事情，他们会帮我联系最能直接帮我的朋友，我也会去见几个投机界的前辈。在这个事情上，最基本的认识还是没问题的。你父亲有说什么吗？他第一句就问我为什么还要帮你。你怎么说的？我说我已经失去了婚姻，我不能再失去其他的。你也知道我爸，他挺要面子的。我这么说，他没有再问。你怎么就失去婚姻了？你为什么要说你失去婚姻？我真的累了，你先去登记吧。等你爸你回来的，我们再谈好吗？谢谢。无论如何，谢谢。
我睡卧室，你睡沙发。那我们干嘛不开2个房间呢？要是被人知道或者被记者看到怎么办？我真的很累了。如果你现在能睡觉的话，你睡卧室，我睡沙发。陈凯，我们是不是疯了呀？我们这过的什么日子啊？以前没结婚啊，谈恋爱的时候要偷偷摸摸的。我们明明都有房子，哎，我们就要在酒店偷偷的约会。现在结婚了，不用偷偷摸摸开房，我们就要假装开房。我们到底怎么了？我真的很累了，明天再说。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跟薇薇安在一起了吗？啊，我跟她在一起，不管是爱还是不爱，分开还是在一起，我们至少都是真的。啊，她从来不会跟我说：“哎呀，我累了，我们明天再说吧。”只要我在，我永远是第一位。我建议你啊，最好别离开这个房间，外面有记者，要是被记者查到，我们更说不清了。你不可能跟所有人都说你看见过飞碟。你那5分钟后来我办公室。3件事。如果这段时间给大家出入大厦带来什么麻烦，我向所有人道歉，但是绝不能影响工作。第二，任何人不能接受任何渠道的采访，所有口径必须统一到公关部。第3件事，我结婚了。喜糖等一下让李娜发给大家，不办婚宴。不办派对，不收任何礼物。下月刊所有选题，今天之内我必须看到。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样子真的不行。你今天走货梯，他们明天就会去火梯那边蹲你。哇，你不能上班像躲猫猫一样！你看你把你自己裹成这个样子。请严凯过来一下，10分钟之后让邓文、秦敏过来，还有一杯美式，谢谢。你有没有听我在跟你说话啊？你时尚盛典进行到什么程度了？照常进行喽。model 呢都已经聊完了，那该邀请的嘉宾现在也差不多都定了。现在我们正在谈场地的问题。我跟你讲，真的太疯狂了，场地今年又涨价了耶！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时尚盛典今年会无限延期。什么？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总部下通知了吗？没有。那为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局势来看，盛典还会如期进行吗？但我们都已经谈得差不多，就差最后签约了耶。不是还没签吗？玛丽亚，我们要开始打仗了。这一仗我们不能输，所以必须要专注。进。这里没有钱，去买点喜糖，买好分给同事们。好。燕桃，你也去忙吧。时尚盛典无限延期了。延期了。找你不是这个事儿，坐。新媒体事业部要做起来了。
我想让赵鑫做负责人。挺合适的，他之前做了个公众号，影响力也挺大的。我安排人配合他工作。新媒体事业部和专题部是平级部门，不受专题部领导。新媒体事业部的人员，请他自己选。以后你们会是竞争关系。竞争？新媒体事业部和专题部是2个独立的内容部门，产生的费用和效益独立结算，每年都会有考核，考核的结果直接和年终奖金挂钩。好。还有，从今天开始，你不只是要做专题总监，还要兼任代理副主编。但我现在没办法公开这个消息，你也知道原因是什么，所以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好吗？进，我的意思说明白了吗？明白了，走了。还有，回去给内容部的人开个会，这2期搞得质量下降的厉害。邓文，哎，把那些楼下的狗仔队赶紧给我搞走，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好，交给我。公关部拟个通告，宣布今年时尚盛典延期，具体举办日期待定。那什么原因呢？不可抗力。行，我去办。秦敏，公司成立新媒体事业部，赵鑫做负责人，你约谈他一次，看看他对人力待遇方面有什么需求，能满足的尽量都满足。行。尽快找一个新的广告总监。鲁文斌的辞职申请，上面还没批呢。不管他，我找的公司已经开始跟法方谈收购盛装的全部细节问题，2周之内会有实质性进展。听说萧红觉去香港了，向霆锋应该是去巴黎。别被他们的节奏影响。从现在开始，盛装会进入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阶段。第一，我们不能乱；第二，杂志的工作不能乱；第三，该推进的工作不能受影响。在事实层面，要保证对盛装的实际操控，明白吗？明白。哎呀，怎么样？我说的很明白了吧？怎么不信我呀？还是说不相信向总和萧红雪能赢啊？哎呀，公司现在洗牌是早晚的事情啊。当中间派没有意义，说不定第1轮就被淘汰了。所以啊，两边的局势你们也看到了，已经那么僵了，必须2选1。为什么要选萧红雪？刚才我说的很明白了。你看你们2个人，咱们都是那么好的朋友了，赶紧做决定。你说的呢，我当然听明白了。然后呢？帮你，妈，也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小潘？对，你这么一说，感觉我俩还挺有分量一样。对呀，我们俩在公司都是小人物，说句难听的，都是没人重视的。对呀。你们现在来一手谦虚牌，还是精得很呐。可现在公司的局势已经不一样了，他不是靠你搞一个小聪明就能混过去的。陈开怡以前是怎么对我的？你们都知道是不是？在他心里只有 Mary、严凯是自己人，其他人都是多余的。如果陈开怡这回赢了，我肯定拍屁股走人，你们也没好日子过。老卢啊，你这人就是太认真了。我俩就是来打份工，在哪儿打工，帮谁打工，不都是打工吗？刚罗汉也说了，肯定会帮你，但是你也没必要再说这么多虚的吧？是吗？那我就以茶代酒啦。哎，对，
我刚说的意思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啊。至于回到公司了呢，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你应该理解的吧？当然都能理解了，我们是兄弟，是不是？Sherry 啊，这些衣服都要做防尘处理啊，都是为盛典做的，这些准备你不要弄得灰扑扑的嘛。这边挂到这边来。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啊？上班了，老板吩咐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什么舒不舒服的。我知道，你为这次盛典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哎，那个礼服系列啊，单独放在一个柜子里，到底要我讲几次才能记得住啊？用心啊！哎呦，我还好啊。再忍耐一下，熬过这一关，我们一定能做出最好的盛典。我某所谓啊，你不用太担心我了。好，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跟我说。你要出去啊？对啊，见一下品牌负责人，解释一下盛典延期的事情。那边货梯也不要走了，那边现在也有人开始蹲了。放心。Sherry 啊，这边全部都撕掉啊！到底要我讲几遍？撕掉，撕掉，全部撕掉，全撕啊！全部撕掉！哎呀，都喝一下午茶，嘴都喝肿了，还喝？到了，赶紧。对不起。老大，刚才不是聊得挺好的吗？好什么呀？那两个人呢？回去还得砌墙，你信不信？砌墙？不懂什么意思啊？啊，就是他们回到公司啊，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该拍陈开一马屁还是会拍的。真是关键时候见人心呐！哎，静静，还约了谁？公关部的副总监、财务部杜霞的助理，还有美术组组长，但是他们都说来不了。来不了，你说个屁呀！还有哪些能见的？暂时没了，没了，真没了。哎呀，势单力薄呀！老大，我听说什么呀？我听说，人力那边好像在市场上找广告总监的人选，就可能是要把您。说什么呢？搞我？想搞我是不是？搞我？丧心病狂了，丧心病狂，太可怕了！哎呀，没事啊，他们不来见我们，我们就去见他们。晶晶，我今天教你一个做人的道理啊。老大，你说。人生啊，大部分都是输多赢少。输叫小输，赢叫大赢。只要坚持往前走，就不会有绝路。老大，你之前说过。前途无量啊，前途无量。什么时候说过？别问了，你不懂。所以啊，记住，这场仗才刚刚开始。好吃哎！老板，你怎么这么好？凡是试菜这种事儿，你都会过来找我。呀，这是必须的吧？嗯。哎，这道菜啊有个名儿，叫月上六烧。这是牛排，起这么邪乎的名字干什么呀？哎呀，你这里边学问大了。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知道什么意思吗？哎，对了，跟你住一个屋的这个同事，你们现在处的怎么样啊？挺好的呀，他去香港出差了。哦，哎也是哈，你说白天你俩在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是吧？晚上回屋里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个关系不太好处哈。啊，咱接着说菜啊。你看这个盐啊，像不像月亮？是吧？你再看这个植物，就是柳树枝儿，是吧？老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你这样我真的害怕。好，咱言归正传啊。你呢，年龄不小了吧？来这个城市，年头也不短了吧？是不该成个家了？咱是不该有个温暖的窝了？我呢，倒是帮你学摸了几个人家，我倒是不多，3个。哟，不是你是嫌多还是嫌少啊？老板，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我现在吧，工作真的特别忙，而且我岁数也不大呀。现在这么忙，我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谈恋爱，是不是？你看你这个孩子，还没话说完呢。你听好了啊，这几个人家啊都靠谱，哎，北京坐地户，事业编，关键是又有房又有车。其中有一家啊，前2年在2环边上老房子拆迁，现在5环边，光房子7套7套，7套，7套，7套。哎，这孩子，这，你咋说走就走了呢？不是，头爷，你在北京就跟我亲爹一样，我每次来你这儿，我就觉得我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再提相亲的事儿，我就再也不敢来了。你看你这个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吧？是吧？你说你一个人在这打拼，他拼到什时候了？啊？越拼越老嘞。你看啊，你找个北京的坐地户，是吧？将来遇到什困难了，遇到什事儿了，这不也好解决吗？我知道你对我都是好意，可是你看我现在也有工作了，我也升职了，我也加薪了，我还有好朋友，我没有精力去谈恋爱啊。那你是可以接触吗？是吧？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人吃五谷杂粮，活的就是个冬暖夏凉。哎呀，我就发现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怎么对事都冷淡了啊？我告诉你吧，冷着淡着你就老了，老姑娘了，嫁不出去了，老光棍了，那个时候没人理你了。哎，不做就不会死，你以为你这样很牛掰呀，很时尚？告诉你吧，过不了2年，你就是个黄脸婆，灰头土脸。人才啊，原来你是人才啊！太厉害了，你太棒了！来，反了！我知道。哎呀，你这个孩子呀，
别总想着外表的光鲜亮丽呀，你得想想人间冷暖。人才，人才，哼，金句儿啊！哎呀，哎，干嘛呢？风风火火的啊！我刚才想到一个特别好的选题，我得赶紧回来把它写下来，找资料。选题？什么选题啊？名字就叫《写字楼人生 PK 胡同里的智慧》。这名字，哎呀，听着。内容打算怎么做啊？我打算呢去采访10个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或者是金领，问他们3个关键词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真的理想，什么是好的爱情，什么是对的人生。同样的问题，我再去问10个生活在胡同里的那种大爷大妈，就是特别接地气的那种。我明白你想做什么了，有点意思，但是这个题目太大太笼统了，就最好能找到那种更精准的、更小的切口进入。什么意思？你别说话。焦虑，做焦虑。什么意思？这个选题你来做，名字就叫做《写字楼的惨烈人生 PK 菜市场的悠闲时光》。我们以为我们都挺好。不是欣姐，这标题这么长，我们放在哪个期刊里面啊？放到新媒体平台啊。今天下午齐敏找我聊过了，公司要组建新媒体部，我是负责人。我要开一个新的公号，叫“时尚实验室”。这个选题你先做，具体放到哪一期我来定。你愿不愿意来新媒体部啊？哎，只要你愿意来，我答应让你做专题编辑啊，怎么样？我当然愿意啊，但是我流程编辑的工作怎么办？那个我去找秦敏聊啊。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啊！啊，谢谢您，欣姐。呀！但你觉得我行吗？我觉得就凭你回来记选题，你行。我去，欣姐、琳娜，哎呀，这木头这次又有麻烦了，你们快看呀，快看视频！怎么了？网都炸了！主编，律师已经在来的路上，他们已经研究了视频的内容，并且呢找到了那个被打的人。然后呢？比较麻烦。怎么麻烦了？被打的那个人是属于狗仔团队的，不接受私了和调解，而且律师说他们的人特别懂，为了防止我们反告他们勒索，所以没有提出任何和解条件。没有别的办法了？其实私下里我跟他们这个团队是打过交道的，他们都有约定俗成的报价。多少？封口费200万，还不包括被打人的医药费和安慰金。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你接下来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做任何回应。我们先看看整个事件的舆论口径往哪个方向偏吧。哎，刘警官，我们我去打个电话。哦，谢谢啊。主任，疼不疼？律师很快就到了，现在情况比较棘手，不是很容易处理。我刚才咨询过邓文了，
我现在不能站出来替你说话，请你见谅。不过你放心，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一定会。我没工作了。什么？公司派人查了我的账，有些问题没办法说清楚。领导让我自己辞职走人，免得大家都不好看。唉，完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不至于，一份工作而已。说的轻巧，这圈子就那么挺点儿大，你以为还会有别的公司要我吗？那你可以去别的行当。去你们公司啊？我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关系都在这个圈子里，我攒了将近10年。没了，全都没了。只剩下跟你这段破婚姻了。那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陈开怡，陈小姐，请问现在到底你们谁是主编呢？陈小姐，你回答一下问题吧，陈小姐。你刚刚问的是什么？两位到底现在谁是真正的主编？我们也在等待总部最后的定论。所以你并不承认萧红雪是主编，对吗？萧红雪是不是主编都不大需要我的承认。还是需要的，不然外界会对我们有所误会。外界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关心。在这儿呢，我也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只不过你们每天这样围着，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大家毕竟是同行嘛。有几句话我非常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们坦诚沟通。这段时间，我确实始终回避你们，并非害怕或者恐惧，而是认为没有必要。媒体是社会公器。他应该关注更重要、更有社会价值的事件，而不是用来窥视我或者任何人的私人生活。我们都是同行，我们都深知媒体应该秉承什么样的信念跟精神。我们应该坚持那些正确的但是艰难的信念，而不是去选择那些粗鄙、容易的事情一头扎进去。
理性的大厦需要漫长的时间构建，而摧毁只需要瞬间。这是我对近期发生全部事情做出的最后回应，也希望你们对我的关心到此为止。谢谢。谢谢。老大，那我们先回到公司吧，一会儿慢聊啊。啊，好。拜。哎呀，其实晶晶在这儿也可以，自己人。听说你最近很勤快啊，把全公司的人都拉拢了一遍。你的普通话进步真是飞速，拉拢这个词儿我都没有想到啊。过奖。我和开怡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哦。我知道啊。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跟你站在一条阵线上。听说你们时尚盛典的事情弄得不是很开心啊？你知不知道时尚盛典为什么会无限期的停摆呢？你说说看。我问你啊，肖主编之前其实已经把时尚盛典的总策划全权交给你了，没错吧？而且在接下来，无论是从策划、筹备、创意，肖主编也都没有干涉过你，是不是？如果不是陈开怡突然弄了一个什么资本的幌子啊，临时换回了话语权，时尚盛典品牌赞助、广告商，你我都非常清楚，就差临门一脚了。但是陈开怡弄了一个什么不可抗力？什么是不可抗力啊？答案很简单，这次的权力斗争啊，陈开怡突然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当然，现在他们还在僵持之中，胜负很难说。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怕了。每年的时尚盛典啊，都是陈开怡彰显他权力、他最高光的时候。向总、肖主编已经让他很害怕了。如果这个时候，在现在这个关键的阶段，这些风光都让你出了，那他不是腹背受敌吗？所以，我认为啊，当然是我认为，他可能会拼了命的，把你能往上爬的台阶一层一层的全部都撤掉。卢总监啊，你每天想这么多事情，晚上会不会睡不着啊？我看到你一手辛辛苦苦弄起来的时尚盛典被人家撤掉，我也难受。你睡得着吗？你就直说吧，到底想要我怎么样？陈开怡一直沾沾自喜的就是她的在时尚圈的地位和资源。哎呀，天天说我今天捧红了哪个超模，哪个超模的，我认识哪个大品牌啊，大品牌的所有的领导。但所有明眼人也都知道，如果没有你时装部，我们盛装最强大的时装部，陈开怡不就是个空壳子花架子吗？就是搞搞破文字，在办公室里和严凯选那些无聊的选题 ，boring boring boring。哎呀，我知道，时装部的人就服你，所以啊，你要带着整个时装部支持萧红雪主编。哎，我以为你找我要说什么，结果听了半天全是废话。我跟你说，我玛丽啊是一个很有职业精神的人，谁是主编我就听谁的。现在萧红雪还是主编，所以工作上我还是会听她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要强行重启时尚盛典。强行重启，什么意思？
踢开陈开怡，我、你、小主编一起来做这件事。只要你肯加入，时尚盛典所有的资源、名声归你。幻般浪漫，迷途能返，烟花般绚烂，原地打转。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